我们来到横滨威士汀。其实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来首都圈了。这次除了来横滨之外，也打算去东京走走。之后也会分享一些东京的景点哦。这次我们就先来看看去年6月才刚开幕的横滨威士汀吧。虽然说这次是住在横滨，但是交通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方便。距离横滨威士汀最近的车站是港未来线的港未来车站。从东京涩谷搭车过来，大概只需要30分钟左右。港未来车站附近整体来说还蛮热闹的，不管是想要 shopping 买东西，或是用餐，其实都有很多店家可以选择。这条线和东急东横线也有直通，从涩谷可以直接坐过来，不需要换车哦。如果是搭乘其他铁路的话，其实横滨威士汀从横滨车站也可以直接走过来哦。从车站走过来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比起走地下道，直接走一般道路可能会更好找一些。已经来到横滨威士汀喽，但正面入口好像不在这一侧。再往前面走一点，找看看吧。继续往前走，左转之后就是横滨威士汀的1楼入口。于2022年6月才新开幕的横滨威士汀，一共有23层楼，最高楼当作大厅使用。这边就是1楼的正面入口，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车道。如果要叫计程车或是 Uber 之类的话，还蛮方便的。那么就进去看看咯。进来之后，1楼是一个简单的休憩大厅，在这里并不会办理入住手续，比较像是作为让住客叫车时的一个暂时等待空间。后方就是通往23楼柜台的电梯，一起来上去看看吧。出了电梯之后，工作人员马上前来迎接我们。正好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快要傍晚，整个景色看起来还蛮美的。就当我们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，很幸运地被告知可以升等到行政套房。行政套房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仅次于总统套房的房型。不过这次的升等其实有个小小的条件，房间其实当下还在整理当中，预计要到傍晚5点过后才有办法整理好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然觉得完全 OK。跟着工作人员的脚步，我们来到了22楼的行政酒廊。具有万豪白金资格以上的会员可以进入这边。22楼的行政酒廊，不得不说，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。整体的规模已经到了像是机场的贵宾室一样，非常宽广，座位也非常之多。整体空间的运用也很不错，中间有比较大型的沙发区，靠窗可以欣赏到景色的位置也非常之多。22楼的景色真的非常棒，感觉可以期待一下等一下的夜景。一般的时段里面有提供一些简单的饮料，像是茶饮和果汁。冰箱里面也还有一些软性饮料，酒精类的话要到晚上 Happy Hour 的时候才会摆出来。就在这里一边剪一下片，一边消磨一下时间咯。横滨威士汀的 Happy Hour 是从傍晚5点半开始，
时间快到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就会开始做准备。一起来看看现场有准备怎么样的餐点吧。除了基本的面包和生菜之外，另外这一边还有一些热食可以选择。热食区有烤南瓜和意大利焗烤，另外还有日式的和风咖喱饭。除了主餐之外，右手边还有一些小蛋糕。酒类的选择也非常多，现场有服务人员帮忙调酒和倒酒。整体来说，料理的品项还蛮多的，口味也都很不错。个人觉得当做晚餐来吃，也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哦。当天的餐点里面最喜欢的是和风咖喱饭，还有烤鲑鱼。另外，如果不喝酒的话，也可以试看看他们经典的 mocktail。在行政酒廊用完餐点之后，紧接着我们要来到房间喽。这次的房间是位在16楼的行政套房。房门一开启后，里面的窗帘也自动打开。不愧是行政套房，除了空间超大之外，设计感也非常好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区一区来看看吧。首先是客厅的部分。从地毯到灯饰，再到家具，整体的色系非常协调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来看看外面的景色，可能是角度的关系，刚才在lounge看到的角度感觉上比较好。接下来来进去寝室看看吧，整个超漂亮。房间里面放的是 king size 的双人床，床头后方以及左侧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。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设计，让整体的空间比较不会有压迫感。不同于客厅的感觉，寝室大多是以木质调的家具为主。床头两侧除了有 USB 充电之外，也有无线充电。下方是灯光和窗帘的调整按钮。寝室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小桌子，好奇打开来看看。来去看看卫浴空间吧。卫浴空间给人的感觉也非常可爱，是以白色大理石为基础的设计。镜子后方有窗帘可以拉起来，洗手台左右各一个。其他备品主要放在中间的抽屉，还有左方的架子上。后方则是淋浴间和浴缸，里面也有提供沐浴乳和洗发精。浴缸超级大的，泡起来非常舒服。行政套房的洗手间一共有2个，一个在寝室这一侧，另外一个在一进来的左手边。接下来来看看置物空间，可以在房间里面穿的浴袍和睡衣都放在这边。行李置物架的空间也蛮大的，如果是带大型行李箱的话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最后我们来看看房间的 mini bar。如果有万豪白金以上的会员的话，到刚才的行政酒廊，基本上都有免费饮料可以取，应该不大会需要用到冰箱里面的东西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放的饮用水，号称是最好喝的水，大家一定要喝看看哦。不过瓶子似乎是特制的，喝完之后空瓶记得要留在房间，不要带走哦。最后来个一镜到底，一次看看整个房间吧。舒服的睡了一觉之后，来看看外面的景色吧。基本上这一带都是高楼大厦，房间和
和客厅看出去的景色也没有差太多。影片的最后，来大家看看行政酒廊所提供的免费早餐。和昨天的 Happy Hour 一样，如果有白金以上的会员资格，就可以进来享用。整体的餐点来说，虽然没有到餐厅等级那样的丰富，但考量到这里毕竟是行政酒廊，已经算是非常不错咯。餐点的种类上，西式和日式的大概各半左右，口味也都非常不错。另外，早餐提供的时间到早上10点为止。横滨温室町里面也有健身房，如果在行政酒廊吃太多的话，记得来运动一下吧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住在横滨温室町的小小心得分享，希望可以给大家当做参考咯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